大家好，关于地球上有外星人的踪迹，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许多人内心一定有个问号：外星人的科技强于地球，为何不选择占领和统治，而是躲在暗处默默的帮助呢？我曾在网上阅读过一个人的分享，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方向，让大家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他回忆说，他曾在山里修炼了很长时间，夜以继日的打坐修炼，吃的食物几乎很少，把时间都用在思维佛法的妙处，在过关中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领会法理。他曾经有几次和外星人交谈，他们的飞船就停在附近，有时他发出正念时，打出去的那些光芒耀眼的辉光，各种光能和光的形态，令外星人躲在飞船里，不敢出来，不敢靠近。有时他打坐时，外星人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他们想方设法的靠近，但无论如何都进不了他的能量场，因为外星人是掌握了高等科技的生物，所以他们对各种能量都非常感兴趣。由于近期看到美国 FBI 的解密文件证实外星人的真实存在，他想从修炼的角度进行佐证。接下来的内容均来自这位修行人的口述。我们通过学习知道，外星人以前是地球这里的主人，因为规正的需要，造就了三界，造就了人类。当外星人看到地球上出现了人类这样的生命时，都惊讶的目瞪口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外星人一直在不断的观察人类，研究人类，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现象，就是人这样的生命可以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并且通过修炼产生的特别能量可以保证身体不会腐烂。尽管外星生物拥有高科技，但他们也苦恼自己的生命不能保证不灭亡，也不能保证不消耗能源，而且他们非常羡慕那些修炼有素的人，不用驾驶任何飞行器，自动就可以起空，穿越空间。这对外星人是个很大的梦想，就连外星人之间都在展开竞争，看谁能先解开人体起空的奥秘。所以他们一直研究，甚至研究到能够把人类封闭的大脑部分打开到 70% 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外星人带走，进行各项实验，以解开人体之谜加以利用。尽管他们的科技研究能使人类的大脑封闭部分打开，但有一个问题，尽管打开了人类的思维，被研究的人类能掌握很大很强的功能，但是当把拥有功能的这些生命他们的研究所致发送到更高层的空间时，发现这些生命不能在那里停留，只得又回来。修炼的人都知道，神是不允许没有道德标准的外星生物通过高科技手段进入神的世界，所以对外星生物的各项研究一直在抑制。而且外星人自己也发现，他们给予人类的各种科技成了人类毁灭自己的武器，并且给很多星球带来了污染。历史档案记载，美国曾想向月球发射2颗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却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确实，月球上有一个很大的外星人设立的研究基地，他们看到了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的可怕后果。通过很多实验后，外星人渐渐明白，人类真的是神造的，人类体内完美无比的运行机制，外星生物无法仿造出来，即使很勉强的造出来，但也无法和人类本身的生命机制相比，因为外星生物不具备人的本性，所以怎么造都是非常冷酷，机体不鲜活，充满灵性。在这些研究中，外星人还明白，人类这样完美的机制是有很深的用意。神希望人类能够通过这个完美的机制，通过修行这条提升道德的途径，达到养生长生，进入更高的境界，免于生老病死的折磨。这是外星人再高的科技也无法达到的。于是外星生物之间为了自己的安危，纷纷达成了一项共识，不再把高科技带给人类。外星生物中也有类似于人类警察的职务，所以各个星球之间的外星远景都非常严密的监视控制那些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指外星生物中的不法分子，把高科技再带给人类。确实，很多外星人都非常崇拜归正者的能力，几乎所有外星生物都认为，从归正者身上发出的能量是不可攻击、无懈可击的最高保护，是他们星球生存的最佳能量。所以
他们都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归正者，甚至外星人认为他是他们这一境界中最智慧的。外星人有一项研究发现，各大星体都已经偏离了各自的运行轨道，彼此之间的联系摇摇欲坠，连他们的星球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努力去纠正，都无济于事，所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归正者身上。这就是外星人目前的处境。很多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以上内容你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但它确实解释了许多人对外星生物的疑惑。许多修行的人注重灵性，但不一定真正理解灵性是什么。简单来说，灵性是一种天赋与能力，是一种与自我、与他人、与宇宙的连接。它让我们能够超越物质的束缚，触摸到生命的本质。灵性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追求，而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是瞬间的灵光乍现，让人理解到一些深刻的真理。觉醒则是在任何环境下保持清醒，不被习惯和业力所束缚，达到内心的自由和解脱。灵性高的人知道，真正的修行是向内寻找，而不是向外寻求。他们会突然悟到一些老话、佛理、禅意的道理。他们不会像有些人一样，通过供养师父来获得什么神通。释迦牟尼虽然有许多弟子，但这些弟子都是自愿追随他，他并不赋予追随者神通，而是在追随者有所感悟时给予开始。这与现代许多佛堂教会的做法不同。真正的修行是通过内心的修炼和觉悟，来达到解脱和自由，而不是依赖外界的力量或形式。灵性高的人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的修行更加纯粹和真实。现代大部分的人都是追着钱在跑，甚至穷尽一生可能都不会成为有钱人。但是相信你也听说过，许多有钱人并不快乐，对吧？那是否说明他们追寻的方向一开始就错了呢？所以如果你身边有灵性高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有能力让你幸福。你是这样的人吗？而增长灵性其实非常简单，尽量远离世俗，多接触大自然，多看书，多自省，多与自己内心小孩对话，多听美妙的音乐，看好看的风景，多陶冶情操。但道理简单能做到的人有几个？现代人光是上班已经占据8小时了，吃饭睡觉人来人往，一堆琐事也占掉将近10小时，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非常少的。其实最能培养灵性的阶段是小孩有意识开始到社会前这段时间，我指的是大多数普通人出社会之后基本就开始忘了灵性这回事了。我建议普通人的我们每天抽出1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吧，如果实在没有安静的去处可去，至少看看天空，看看太阳、月亮、星星，看看宇宙。每一天的天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天的云朵、太阳、月亮、星星也是不一样的。至少在那半个小时仰望天空的时间里，抱抱那个忙碌的自己，问问自己开心吗？快乐吗？幸福吗？如果不开心、不快乐、不幸福，就安慰鼓励下一直在坚持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提高灵性最简单的方式。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希望它能启发你思考灵性、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关系。如果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我是小玄子，朋友们，我们下周见。